除了日常的衣食开销外，荣国府内还有各种各样的供给制度，其中最能引起注意的一条就是公费医疗。在书中第51回里，有一次晴雯着了风寒，生病了，宝玉不愿意让她搬回家住，就违反规定让她留在怡红院，并偷偷地请医生来治病。看完病后该给医生出诊费，这时作者通过宝玉与老婆子的对话，介绍了荣国府里的看病制度。老婆子说，用药好不好我们不知道，如今再叫小厮去请王太医倒容易，只是这大夫又不是告诉总管房请来的，这叫马钱是要给他的。宝玉道，给他多少？婆子道，少了不好看，也得1两银子，才是我们这门户的理。宝玉道，王太医来了给他多少？婆子笑道，王太医和张太医每常来了，也并没个给钱的，不过每年4节大趸送礼，那是一定的年例。这人新来了一次，须得给他1两银子去。由这段对答可以知道，主子或奴仆生病后，只要报告了总管房，那么看病就无需自己掏腰包，来看事的医生出诊费由荣国府总管房每年统一支付。而且荣国府里又设有药房，供府内众人抓药。也就是说，荣国府里上下人等生病，从看病到吃药，费用全都由府里公共费用承包。这可不就是咱们时常说起的公费医疗了。不过若像宝玉给晴雯看病这样的特殊情况，属于绕过总管房私自请医生，那就得自掏腰包付费。但这样的医疗制度足以说明，荣国府的供给制覆盖了府内各色人等生活上的方方面面。府内人员不论尊卑，基本都能做到衣食无忧，看病无虑，平时还能得到月钱和各种奖励。而且在荣国府内有一套严格的公费使用制度，脱离这套制度的范围外的需求，则属于私人的范畴，就需要个人自己买单了。因此我们常常能见到关于公费使用与私人买单的问题讨论的情节。在第61回里，掌管大观园食堂的柳家的就提到这样一件事。他说，三姑娘和宝姑娘偶然商议了要吃个油盐炒枸杞芽来，现打发个姐儿拿着500钱来给我。探春与宝钗有着较高的文化修养，自然严格遵照府内的规定，但府内其他的主子甚至稍有实权的管家，却未必都如此恪守规矩，而动用公款以权谋私的行为，无形中破坏了大家的利益，也会引发更多的矛盾冲突。在第35回里，宝玉挨打后想吃小荷叶小莲蓬的汤，作者写道，王熙凤吩咐厨房立刻拿几只鸡，另外添了东西，做出10来碗来。王夫人问，要这些做什么？凤姐笑道，有个缘故，这宗东西家常不大做，今宝兄弟提起来了，单做给他吃，老太太、姑妈、太太都不吃，似乎不大好，不如届时弄些大家吃，拖赖连我也沾光。贾母听了，笑道，猴，把你乖的，拿着关中的钱你做人。说的大家笑了。凤姐也忙笑道，这不相干，这个小东道我还孝敬得起。便回头吩咐妇人说，给厨房里只管好生添补着做了，在我的账上来领银子。宝玉在疗养期间喝汤属于分例，无需付费，但王熙凤却吩咐厨房做10碗，大家一起吃，这就超出了分例的规定，属于以权谋私了。尽管贾母十分喜爱王熙凤，但此事涉及府内规矩的执行，便用玩笑的形式表示反对，说他拿着关中的钱来做好人。于是以奉承贾母为第一要务的王熙凤马上改口，说这笔钱由她负责出。上面的例子很好地说明了荣府对于分例之外的私人享受的规矩，即这些额外的需求要自己来买单，这实际上是荣国府内一项重要的财务制度。可以想见，生活奢华的荣国府每日都需要大笔的银钱来周转，这样的大家族如果没有一套严整的财务制度，那么府内诸人就很容易陷入明争暗抢公费的纠纷，荣国府经济也会很快地由混乱走向崩溃。为防止这类事件的发生，就有了许多祖宗定下的旧例被制定传承下来。
曹雪芹创作时不可能用很大的篇幅来集中介绍相关的祖宗旧历，否则《红楼梦》就不是小说，而成一本财务手册了。不过，曹雪芹还是随着情节的进展，不时地透露或介绍某些经济运行的细节。我们读者对这些经济细节加以总结梳理，就可以比较系统地了解荣国府这台经济机器的构造及其运转情形了。